最好风水的店铺。红灯有那个斑马线的地方，它就是财库。为什么这店生意好，那店不好呢？现在就有风水的一些斗法啦。不同行业的选铺也不一样。你如果在麦当劳旁边开一个殡葬馆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那为什么在这一长条的这个商铺里面，它总是有那么一个不好？那这就用到量天尺了。不同的米数，它都有破吉凶。比方说我自己开一个铺了，哪些方面去做一些调整？当下九运里面的最好的元丰地中，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，宜尘脱俗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道元老师啊，我记得在超能力学院的衍生节目里呢，有一集是风水师兄带着学员在马来西亚的街头寻找最好风水的店铺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啊，看店铺的风水好像跟办公室、跟其他的地方又有区别。特别现在实体经济非常难，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为大家支支招。怎么样在我们的实体店铺选择上面去找一个好的风水？现在的实体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店铺还蛮难的。对，就举个例子，就原来你在广州的北京路，不需要看任何，只要你在北京路有一家店铺，你就能发财啊，都能赚。那这个是和现在地运的变化有关吗？对，现在我们8运结束以后，那么现在的情况下面呢，就要开始选这个店铺的风水。那店铺的风水实际上它很注重人头了，就是外面的布局。外面的布局，我教大家一个就是看店铺的秘诀了。现在我们的店铺一般都是靠马路边啊，马路就是水，我们看马路看成假水嘛，假水，它也是水嘛，因为马路可以带来人流嘛，人流就是代表财富嘛，没错，所以只要是在红灯有那个斑马线的地方，但是不能直冲啊，那么这个店铺就会比较旺。在这个人行横道斑马线附近，然后有这个店铺就会比较旺。对，斑马线附近，因为它就是财库。财库哦，斑马线就是这个路口就是财库。对，还有就是停车场。停车场，如果你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那这个铺就 OK。你线下的那个店铺，它需要线下的那个流量，所以斑马线还有停车场，停车场，因为我们要停在那里嘛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对啊，那还有就是它的形状嘛，形状就是你选店铺的话，就是一般来选都选周正，但方是方正正的。对，如果没有周正的情况下面，那就要选圆弧，圆弧，但不能选三角。就是方正的也可以，圆弧的也可以，但是唯独三角形的它是不行。对，纳气要广嘛。哦，纳气要广，纳气要广嘛。对，我们走出去一看，就这个店哪个店生意好，哪个店生意不好，没错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但它实际上其实它都在一个朝向。为什么这个店生意好，那个店不好呢？其实就很多的现在就有风水的一些斗法啦。我的那个招牌怎么装啊？上面装个什么八卦镜啊？招牌做的有多大啦？什么颜色啦？然后什么什么？那这从表面上来看的嘛。是。当然它还是要结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是要下罗盘啦。还是要决策方位了。因为那个方位才能决定你这个店铺的风水是不是双星倒向。没错。什么叫双星倒向？就财星倒向。那旺财了。那其实道元老师，我自己观察也有一些特别的现象，比方说，是不是不同行业的选铺也不一样，就看你做什么行业的。只要风水旺的话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想问一个这个极端的例子，那比方说做殡葬行业的，或者说做这种古董啊，就是比较冷门的嘛，这些是不是也是只要旺都可以？像殡葬行业的话，它其实都会在专门的一个地方给你去做的，对，它不会说。在市中心，对，那违背公序良俗了。对，这不能是旺铺了。对，你比如说麦当劳的位置都是很好，对，你如果在麦当劳旁边开一个殡葬馆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没错，那其实有一些地方呢，就比方说我家楼下有一条街，它其实有一个商业街，它有10几个铺啊。是，但是呢，我发现总有一个位置，就是有一间，它老是换人，老是转租，老是不行。那为什么在这一长条的这个商铺里面，它总是有那么一个不好？比如说我们是一长条商铺，对，同样的是一个朝向，没错。那比如说这个朝向应该是旺山万象，应该就是旺山万象，它朝向都一样，但是它为什么会不好？接头和接尾它都不一样呢？那这就用到量天尺了。什么量天尺？它不同的米数，它都有破吉凶，所以我们量天尺去量它的距离。
对，我们开个门，比如说我们朝向决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开门开多宽，开多高，我们从入门到我们的这个整个底面，然后的话，它米数也很关键啊。明白。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说的话，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道元老师，比方说我自己开一个铺了，然后店铺风水，我可以在这个哪些方面去做些调整？比方说有些老师之前听他们讲，说这个择吉啦，选个这个吉时开门啦，做个仪式啦，什么外面的这个布局啦，然后后面的有靠啦。那如果是您这边来看的话，和其他的风水师有什么区别？其实店铺的风水，首先是还是地向。就是我看风水的话，地向的话就和别人不一样了。就比如说别人要把门拆了，就是比如说这个门，如果它地向不好的话，要改门，他改门。如果改门的话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就是比如成本比较高啦，就不能改门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我有一个独家的方法，就是改门槛石就可以了。改门槛石是不是就是进门那个下面铺着的那个长条的？对，我们的门是什么组成的，是吧？有门框，然后的话有门梁。门框、门梁，有门，然后有门槛石，对，其实门槛石就是可以用来地向的。哦，那比方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改门槛石，或者怎么改？就我们想要把它变成万商万象，想要变它纳财进来，对，在当下九运里面的最好的，把门槛石挪下就可以了，就不要挪门框，有的地方不允许。所以比如说我有时候做酒店的风水，做好了，然后别人要开张了，最后请一个风水师来看一下之后，你说把门重新打了，那你要别人关门吗？没错，要别人歇业吗？不好，所以我就给他重新做一条门槛石，从门槛石来给他，就是调整他的风水地向。那第二步呢？第一步是门槛石，那第二我刚刚讲的，我们需要人流了，那人流我们可以节流了，节流，对，可以节别人店铺的流吗？节外面的流，节外面的，比如说我们人看到，有斑马线，自动就会慢下来。哦，就是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个暗示，他自己会慢下来。我有一个案例了，他这个店铺很大，但他就是不赚钱，没有斑马线，对，然后的话车开得很快，非常快，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，也不会看到旁边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就叫他到那个交通部门了，去申请，在他的那个店门口了，画斑马线了，完了他真的申请下来了，对，做了27条的天意之数。我怕到时候看了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，街上全部是斑马线，开玩笑啊。好，那么如果大家正在筹备自己开店，或者发现自己的这个店铺风水不是怎么好，那不妨从风水的角度去看看哪里漏财。对，那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去留言您的这个个人情况，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进行一个咨询。好，我们本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。您还有分享吗？其实我想加一条，好，来，就也是独门秘诀。好，我们独门秘诀再给大家这个绝对是我的独门秘诀，因为我发现我的评论区有很多真是想学风水的，也他可能从事风水很多年了。没错，店铺风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引气。引气，怎么理解？我曾经做过一个风水了，他和那个店铺就是那个犄角旮旯，就是很不起眼的位置，非常不起眼，但它整个的这个区域都是很旺的，怎么样把这里面的人流引到这个犄角旮旯里去呢？是，引气不知道怎么样？对，就地上我给它贴红毯啊。哦，就比方说像开业一样，墙上店铺路标啦，我们所有的人的行为是被引导的。没错，人是有探索欲的。哎，你看到这个红毯，你就想往前走，就像那个指示牌一样的。对，旁边有箭头，你就想去看一下。对，好奇嘛，想看这到底什么地方。对，这就叫风水里的，这叫引气了。没错。所以风水它是一个人文科学，它把人性结合到极致的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做风水做的不是很好，然后他就说那个犄角旮旯里有什么看的？那你不知道引气进去啊？可以在天上引，可以在地下引，也可以在这个中间去引。所以呢，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讲，跟我的粉丝们讲，其实老师是一个很全面的人，不单单只是风水，还有命理，还有这个企业的做所有的东西，而且很懂人性，懂这个社会学啊，对，因为行为学，就是我13岁师傅收我的时候就在讲，他说徒儿你用10年的时间打基础，用10年的时间去历练，再用10年的时间在这个历练过程中成长，30年以后，你出山，然后用15年打下这个基础，打下这个天下，打天下，对，成为一代宗师，这是老师的对一个目标，一个这个重任，所以我们也希望
未来的15年也能够跟着我们的道元老师，我们一起越来越好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